如果你有投資台北股市，你現在一定心裡是七上八下，非常的一個恐慌。為什麼呢？我們看到現在台北股市輪動的非常的快，上禮拜五它還跳空漲停，看起來非常的好，就沒有想到到了這個禮拜，它居然就跳空跌停了。才同一只股票，怎麼才隔一個禮拜有這麼大的一個變化？那我們看到現在6月、7月是很多公司去公布它的財報，我們看到公布財報數字都非常的漂亮，都是歷史新高，都有非常好的一個展望。可是奇怪了，當你這個營收創新高反映出來以後，你股價居然下跌。我們看到這兩天三星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甚至現在輪動的非常快，現在感覺上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股票，到明天就被人家棄之如敝屣，甚至現在在股市裡面有很多的鬼故事。我們看到現在很多著名的研究機構卻丟了很多的研究報告，一下告訴你不是 CPU 現在它這個延期，一下告訴你說現在這個載板它有問題，可是事後發現那根本都是假的，那根本就是這些研究機構有可能是要做股票的。所以面對現在股市裡面的虛虛假假，看到股市裡面的漲漲跌跌，我们到底有沒有一個可以依循的原則？我們到底該怎麼去看待現在的股市？現在漲成這個樣子，它真的有可能在往上到達5萬點嗎？還是現在已經會向下修正？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邀請了在這一波非常早就提醒大家，它可能會進行一個波段的整理，大家要開始注意。當它開始提出來的時候，大家覺得不相信，說現在台北股市氣勢如虹，怎麼可能這樣子？就沒有想到現在的發展都跟他之前的預言一模一樣。所以我們今天邀請了阮慕驊財經專家阮慕驊來跟我們聊一聊。慕驊你好。寶傑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麼我們剛才一開始講到說，因為我現在也做在財經節目，對，我發現說現在每天好像就在做雲霄飛車。我看到有些股票，我都覺得不可思議，是怎麼上禮拜五還跳空漲停鎖住哦？覺得這個股票應該來講，你至少要漲2-3天吧？沒有，到了禮拜一，它居然就跌停了。對，就講說原來是被當沖掉了。那我們就看到剛剛講到，你現在的財報非常漂亮，財報都創新高，就財報創新高，照理講你應該會有一波的這個漲幅，就沒有想到也跟着就下跌了。那你本來已經覺得很多都已經放在庫藏的、放在角落的，包括像塑化股啦、化纖股啦，現在反而大漲。那你現在做投資人來講，我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確實啊，我想你應該在講台光電吧？因為台光電周五漲停板，周一跌停板。你如果說是一檔小股票，那個股本比較低的比較小的股票，這樣的走勢我也不會意外。但台光電是10大權值股，10大權值股6000多塊。對啊。這樣子的股票居然可以周五漲停板鎖住，就如同你所講的周一打到跌停板鎖住，這其實是不可思議。就隔一天，就周二國巨跌停板，對，那可是首富的股票，首富股票跌停板，那有重大意義了。對，所以最近股市的雲霄飛車確實是非常劇烈。對，所以投資人的心情就像您剛剛所講的七上八下，這可以預見，但這實際上可以預警，這其實早就有預警。對，你很早就提出預警。對，因為今年上半年寶傑1到6月股市是一個大漲的波段，只有3月出現大回檔，我們1月、2月持續的上漲，之後到3月，我們當月呢是跌了10%，加權指數跌了3691點。可是你知道嗎？4月馬上把3月跌的漲回來，而且還漲超過，然後5月更是大漲，然後創下歷史新高，直到6月哦。大盤指數最高攻到48000點之上，哇塞，這不得了！這今年的漲幅，加權指數居然可以達到超過60%。對，這麼巨大的漲幅，在伴隨費城半導體指數在同一時間漲幅超過1倍，這是歷史上費半指最好的上半年漲勢。那當然，投資人會很樂觀啊，那種 FOMO 的情緒非常的充斥在市場上。但是呢，相對我們市場經驗久的人，我們就知道說呢，當大家太過樂觀的時候，當市場太過 FOMO 的時候，其實你應該要警戒。對，因為反市場永遠會出現。所以我在5月底的時候，我做了第一次減碼。那當時呢，就很多人講說啊，你賣飛了。但實際上，賣不賣飛其實沒有關係，重點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那6月下旬的時候，我又做了第2次減碼。主要原因呢，我認為第3季的行情會比較上下的高檔震盪的行情，甚至可能會比較上下震盪偏向往下走的行情。所以在這邊呢，我的觀念很簡單，因為我剛剛不是跟您講說，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嗎？那我知道我在做什麼，我為什麼要減碼？其實我不是看壞行情哦，我並不認為台股會大跌，或者說走熊市，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永遠認為說，你如果不把賬面上的獲利放到口袋變成真金白銀的話，它永遠就是只是賬面上的獲利，那是賬面富貴，對，紙上富貴。我跟大家溝通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很多人搞不清楚錢跟財富之間的關係。財富是什麼？我們房子啊、股票啊、各種資產叫做財富。錢是什麼？錢是流動性。所以財富它是存量，錢是流量。那你適時的要把存量變成流量，你有流量了之後呢，你才有這個條件去再建構存量。也就是說，你要懂得這兩個水池之間的運用。那怎麼樣運用呢？其實反市場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當大家很 FOMO 的時候，一味看好的時候，完全不顧風險的時候，其實你在這個地方先把錢放到口袋裡，錢又不會咬你。那這樣子的一個觀念呢，就促使了我連續2次的減碼。可大家很困惑是，這個情緒不是1天2天，已經很久啦。對，那你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而且你這個時間你獲利非常可怕。對，我剛剛我們私底下聊，因為你公開了你的這個對賬單，我只幫你算一下，你是賺了2056萬，很高。你說沒有，你這一波這樣子整個操作，你賺了5000萬。你把它講出來，我可以講嗎？對，差不多這個數字啦，就是說，包括基金定期定額跟幾個股票賬戶，確實是差不多接近。所以那只是你的一部分而已。就是獲利的部分，就是今年賬面加獲利的部分。那您剛講的2000萬是我已經實現的獲利。對，好，所以說這個因為有這麼好的獲利，那這麼好的獲利，我也要很誠懇的講說，我今年上半年的獲利已經超過我過去2年 total 的獲利總和了。那所以當有這麼好的獲利的情況之下，我們會知道說要把錢放口袋。對，並不是看壞股市，我一定要強調這點，我沒有看壞股市，我也不認為股市會走熊市，而我認為這個 AI 的所謂那個 AI 智慧資本的大牛市還會持續下去。對。那但問題是你必須要在某個時間點上面呢去做獲利了結，這個持盈保泰。那這個其實是我一路以來的操作原則，所以我的操作的方式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做什麼，我要什麼，那我有的策略。那寶傑你知道嗎？我獲利的這個部分，其實我並沒有把它資金閒置在那邊，我部分的資金我匯入到基金的定期定額的賬戶去，我還有另外一個長期的財富成長的賽道，那這個賽道呢是完全不停利也不停扣的，就是基金的定期定額。對，所以我把獲利在股票賺的錢，股票市場上主動操作賺的錢呢，換到我所謂的被動引擎，這個被動引擎就是基金長期的定期定額的賽道上，所以我並沒有讓錢閒置，而且我還加大了基金的扣款，因為我錢多了嘛，對，那我錢多了，我這個流動性就進到基金的賬戶，加大扣款，我又多買了好幾檔基金，讓它每個月再繼續的這個扣款。這就是你的28原則，也就是我20%是一個比較積極性的，對。然後呢，我就用這個去感受市場的這個溫度，對。但是我有80%放在基金，是一個我非常穩定的一個財庫。Exactly， 沒有錯。基本上你可以28，你也可以64，你也可以73，但是呢，寶傑講的沒有錯，就是基本上你的這個長期的基金的定期定額的這個財富的引擎啊，它的規模一定要比你在自己主動操作的引擎稍微再大一點，對，比如說是64，或者說37、28，這些都可以。我覺得這個比例可以隨着你年紀調整啊。是，你的年紀越長的話，這個比例呢，在長期那一塊上面比例要更高一點。對，因為年紀大，承受風險的壓力比較小一點。是的，沒錯，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是我們常講，不同的時間、不同年紀的操作方式不一樣。所以我常鼓勵年輕人積極一點啊。很多人講說啊，我可不可以用槓桿？如果你年輕的時候，你用一些槓桿，只要在槓桿風險可控的情況之下，我不反對哦。對，我覺得溫和槓桿、適度槓桿其實是在你沒有本金的情況之下呢，去讓你財富比較快速增加的一個方法，尤其是一個多頭市場，溫和適度的槓桿是 OK 的。但年紀大的人千萬就不要去幹這種事情，因為你摔不得的。你想看年紀大的人一摔跤骨頭就斷了，對不對？我覺得有一幕非常有意思，就是在鴻海有一次股東會，有一個70幾歲的老先生，然後在那個股東會裡面，他這個資金大概有4、5千萬，他就去指責這個郭台銘說：“你這個股價怎麼還不低？”可是大家質疑的是，你已經70幾歲了，對，你有4000多萬，你又不把那4000多萬拿出來，你好好過你的日子，你幹嘛放在股票裡面？就說你的不同的年紀，你知道講，你對錢是有不同的感覺跟不同的這個使用的。對，很多年紀大的人呢，把錢放在股票或者自己財富賬戶裡面，寶傑，你知道那是一種安全感，安全感。對，因為他事實上他年紀大，他這一輩子很勤儉、克勤克儉，事實上他也沒有太多消費的習慣，對，所以你要叫他一下把這些4、5千萬拿出來花，他反而不知道怎麼花嘞，還不會。對，所以說他把那個錢放在股票賬戶裡面，好，他每天看一看他的賬戶的那個股票有沒有漲有沒有跌，其實蠻快樂的。我也不反對了，但是呢，我也同意你剛剛所講，其實年紀大的人呢，你要盡量的把你這一輩子累積的財富呢，把
把它用掉，那因為這個用掉呢，才用在你自己身上，那才是真正的財富。好，那其實我覺得你某個程度來講，也是反映了現在為什麼股票會上不去的原因，就是真的賺夠多了。對，你剛才講，我半年的時間比我過去2年的時間賺的還多。然後剛剛講這半年的這個漲幅真是太巨大了，太巨大了以後，就是每個人其他的獲利空間，也就是我的獲利空間，我如果發現不對，落袋為安，卻變成現在很多人的一個共同的心情。好，那現在來了。看到現在我們台股幾乎在46000，本來你要碰到48000，對，现在下來，对，看起來在46000上下在不斷的波動。那我這個時候，我到底是我要剛剛講，我要把現金抓在手上，然後呢，我現在這個時刻還適合我去投入這個股市嗎？好，很多人會有這個問題哦。那我溝通的方式就是，你不要看它過去漲多少，你要看它未來還有多少機會，因為過去已經過去了。哦，比如說我們講說啊，台股從1萬點漲上來，台積電從380漲上來，寶傑你還記得嗎？2022年那一年，國安基金7月進場，然後呢進場完之後沒有多久，股市又崩跌了3000點，然後台積電當年2022年1月的時候，它股價是680，那跌到10月最低點哦，即使國安基金進場，台積電居然可以砍到380。那一年台積電股價幾乎腰斬，如果你在380去買台積電，那你現在是2000多塊，2400-500塊錢的股價。對，所以你不要去看說啊，我錯過了380，你還要去看看台積電未來還有多少的成長空間。我覺得這才是比較正面跟積極的想法，因為股票市場永遠沒有所謂等待的空間了。你今天要等到它回到380，不可能了。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也不建議這樣去想。好，那未來的空間有沒有辦法估算呢？其實是有辦法估算的。我們很客觀的可以用本益比、本益成長比各種角度去估算。好，比如我們講說本益比最簡單好了，台積電今年法人一般估計它的 EPS 至少超過100吧。那如果我們給台積電23倍本益比，那它合理股價就2300啊。如果我們給它25倍本益比，它合理股價就2500啊。那這是今年，但問題是今年已經快到。已經快到這個第3季，我們現在已經在第3季了，對不對？我們應該用 suppose 明年台積電的 EPS 來估它明年可能的股價，因為明年是未來，現在過去。好，那明年台積電一般法人估多少？可能估到130呢。寶傑，那你去算算看，如果我們再給它25倍本益比，台積電股價是不是有機會到3000？對。所以我覺得市場上看台積電3000，甚至有人看到4000，有人看到5000。Long term 看到5000，我都不反對哦。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就台積電這檔股票最重要的台股的這檔股票來看，你應該去看，不要去看它從380到2500，你應該去看它2500有沒有機會到3000到4000到5000。那用這樣子的角度去思考，同樣回到指數，如果台積電會到4000到3000，好，那台股是不是還有再繼續往5萬點更高的指數往上漲的空間呢？我再另外舉一個例子。道瓊這個1萬點的時候，就有人估道瓊會到3萬點。那時候呢，寫了一本書很有名的《道瓊3萬點》，還學者，結果就被人家罵說你根本就是唬爛亂講。可是道瓊現在多少？道瓊現在是5萬點。對，所以各位你就發現，其實基本上股票市場它是無限上綱的。正常的股票市場，它長期一定是往右上角走。那在中期呢，它可能會回檔修正完之後，隨着景氣循環，隨着產業的發展，它會往右上角走。所以我個人對股市呢，長期我是樂觀的，而且我是絕對做多的，我不做空的。為什麼？因為做多才有利啊。我們都知道嘛，你長期如果定期定額到現在，你的獲利可能是1倍、2倍、3倍。那如果你做空，你能賺到錢嗎？很難。是啊，而且做空很容易被嘎。對，所以。基本上資本市場一定是鼓勵做多的。那可是現在我有點困惑，就是好，你剛剛講，我現在當然是要做多，那我現在要做一些指標。可是我今天看到現在的問題是，6月現在大家都要公布6月的這個財報嘛，對啊，不是上半年營收，有的數字都很漂亮啊，你今天公布的每個都很好啊，每個都大賺啊，而且你甚至有的都比去年搞不好還多了1倍多啊。可是你今天為什麼今天財報一公布了以後，財報公布反而是下跌的開始嘞？好。那這個道理呢，我就要跟大家再講一個所謂的股價跟它的這個那個股價跟它價值之間的關係。我們常講一個東西有它的價值，那一個東西也有它的這個價格。那這個價值跟價格之間呢，它有時候會乖離。所謂乖離就是說呢，它可能它價值是我們比如講好了，一個東西價值是100塊，它可能價格現在被人家炒，大家去追買這個東西，炒到200哦。可是它是200沒錯啊，如果你今天買了200，你現在賣給旁邊寶傑，我賣給你200，你會買啊？但問題是你回過頭去看它的價值是多少，它可能只值100，它只是一時情緒把它的價格炒上去，炒了1倍好了。那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我舉一檔大家耳熟能詳的3大權值股之一的台達電，2308。
寶傑它今年股價最高漲到2580塊，一路上漲哦。它今年的漲幅是超過1倍哦，從年初到這個最高2580塊，就在2580塊的時候呢，它的漲勢就這樣結束了。然後它一路跌破2000，你能相信嗎？台達電這麼好的公司，居然股價會從2850塊，就是接近2600，跌破2000，而且跌破了一條非常重要的這個季線。季線是一條生命線，它居然可以跌破季線，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但它真的發生了。為什麼？它本益比太高了。對，因為台達電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好，也非常賺錢，而且它 EPS 也非常明顯在成長，營收也非常明顯在成長。問題是什麼？問題是它今年1到6月的股價漲幅超過1倍，最高可能到將近，我記得應該最高到1.5倍吧，接近1.5倍这樣子的一個漲幅，它其實已經反映了。對，它已經 price in 了它的這個它的這個目前的一個狀況。那只是呢，它現在目前的這個狀況呢，已經反映下去，而且它的價格已經超越了它的過去和這個應有的本益比的水準的時候呢，市場在這個地方它就會 take profit。take profit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也就是獲利了結。那有人講說，現在台股現在這樣震盪，或台股現在的這個回檔，就是因為我現在要重新估值，因為之前太熱、太樂觀。你剛才講台達電就一路的衝上去，很多這個股票居然一路衝上去，可是我要怎麼去判斷台灣合理的本益比？就是你剛才講價值跟價格之間，那我怎麼去判斷它真實的價值是多少？也就是說，到底多少的本益比？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開始慢慢冷靜下来了。然後你剛才講，我已經很多人賺了一大波了，我開始要落袋為安了。那我要怎麼去合理的判斷？用本益比或者用什麼樣的這個數值判斷它最合理價格？好，那寶傑這個問題很專業哦，那我就試着回答你的問題。我為什麼會在5月底6月初 take profit 呢？就是跟台達電在2580塊 take profit 是同樣的道理呢？是因為我就看到你剛剛所講的這個事情，我看到了台股現在目前的滾動本益比已經30倍了，然後我看到了台股現在目前的股價淨值比到4倍。這都是在過去的平均水準上面是超級高的。您知道我們過去10年的平均本益比是多少嗎？滾動本益比16倍，16對。所以寶傑現在是30倍，多1倍。那我看到了這樣的情況之下，我當然要 take profit 啦，因為它的滾動本益比到30倍，然後呢，它的股價淨值比到4倍，這是在過去的歷史長河裡面，它都是非常極端高的。那種極端高其實呢，就代表市場情緒已經熱到一種可能不是那麼理性的一個情況，因為這些數字是理性的，但市場情緒是不理性的。对，那你要回歸理性，你應該站在哪一邊？对，回歸理性。你懂得這些數字，你會去看這些數字的人，你應該會站在理性這一邊吧？所以我就 take profit。但是寶傑剛剛又在問到說呢，那未來如何呢？對不對？未來我們要去看不是滾動本益比，我們要去看前瞻本益比。前瞻本益比是什麼？滾動本益比就是過去4季的本益比。前瞻本益比呢，就是未來4個季度的本益比。好，那我跟大家報告，相對又樂觀了。為什麼呢？因為台股今年的上市櫃公司的獲利，那 EPS 的這個盈餘啊，成長力度可能超過45%。我們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數字去計算的話，30倍的滾動本益比呢，現在就會掉到22倍。那22倍會不會很高呢？不算低。但是呢，以台股這麼強勁的 AI 帶動的整個 EPS 的增長，在供應鏈這麼強勁的增長，它是可以被接受，因為很多外資也都進來，對，甚至可以更高，可能我們可以容許它到25倍、26倍這樣子的一個前瞻本益比。那代表什麼呢？代表如果你用未來4季去看的話，那其實就不貴了。但問題是什麼？問題是因為它過去4季已經漲這麼多的情況之下，它終究要休息一下，所以我們現在呢會比較用滾動本益比來看。但是呢，進入到第3季末、第4季的時候，我們就會去看前瞻本益比。所以這個本益比的運用，其實是存在價值跟價格之間關係的這個鏈條上面。那也就是說呢，你有經驗的人，你懂得去看這些數字的人呢，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本益比來看，你知道什麼時候應該用另外一個本益比來看。也就是說，當第3季如果股市修正下去，我告訴各位，那是非常好的事情。股市如果修正下去，等着撿便宜，是的，完全正確。股市修正下去就是最好的買點。我可以這樣講，我就在等着這個股市明顯的修正下去，那我的流動性又會重新進到股票去撿一些我覺得今年下半年第4季，然後到明年有成長的這個產業跟族群。因為我覺得我最近看到一個數字，我覺得有趣。我要外資這1到6月，它整個台股賣超8000多億。然後呢，你想說這8000多億就離開了吧？沒有，它其實在6月的時候，它淨匯入還有2000多億。現在的這個外資在1到6月，它在進來2.4兆。現在外資在台灣 parking 的錢只有12兆。我覺得那個情緒是一樣，也就是說外資現在在虎視眈眈台股。我
就跟您的心情一樣，我前波已經賺很多了，對，我現在很多還開始落袋為安，可是我有很多要抽回去我的這個美國的這個母公司，可是他還是留了很多錢呢。你光1到6月，他有1.2兆，他2.4兆，我錯了，2.4兆，他現在在整個台灣放了放了12兆，這12兆是不能放定存的，這是沒有利息的，我就放在這裡，我就是等着看到台股有沒有低價的時候，那個時候再進場。我覺得那個時候的力道會非常非常的可怕。對，其實外資我常講說，他來台灣是來 make money 的啦，他不是來當慈善大爺的啦。他來這邊賺錢，他其實他是最厲害的。哦，他懂得整個市場的這個運籌帷幄，所以當他一直站在賣方的時候呢，就是他在 take profit 的時候，或者說呢他在做那個 rebalance 的時候，因為外資哦，我們知道外資有很多種哦，它其中很大的一種外資呢，就是退休基金哦，或者說呢我們講主權基金，那像這種基金哦，它有種特性。就是說，它每到季底的時候，半年的時候，它一定會去做一次 rebalance。什麼叫 rebalance 呢？就它會做再平衡，它的投資組合，它會去怎麼做？它會去賣掉那個漲很多的，它那個權重偏移的，然後呢，它會把賣掉的錢呢，一部分 take profit， 另外一部分它會去買那些權重相對這個下降的、偏移向下的，然後去做一個回到前一季的完全的權重的一個情況。所以他们在做這樣的動作的時候呢，那些漲多的股票就會被砍殺，因為那些漲多的股票就是 take profit， 而且它是權重往上偏移的，他會把那些漲多的股票賣掉。比如說台達電就是這個例子，台光電就是這個例子，這些股票都非常好，那為什麼會被賣呢？因為外資在 take profit， 因為他在做 rebalance，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每到季底半年的時候，大家特別注意法人的這種所謂的再平衡的操作。好，那慕驊那就是你前講的是上半年或前一段時間，大台灣整個社會風暴的氣氛非常濃厚，我都擔心我會失敗，我會沒有賺到這個錢，然後我會投資進來。可是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你曾經講過，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們都很年輕，你說那時候你現在還是很年輕的，你賠了300萬，對，可是你現在居然可以反手可以賺這麼多錢，這個過程你到底怎麼學習？我覺得大家不用，對年輕人來講，我覺得對很多年輕人來講，他如果要從工資、從薪水，我覺得他要翻身或者要他的階級移轉，我覺得非常困難。投資可能是很多人唯一的可靠的依據。那你自己的經驗，你怎麼從那個賠300萬到你現在有能力來判斷，你有能力來解讀這些數字，有能力來去感覺這些趨勢，這過程你怎麼來學？好，我覺得這個分2個部分，一個部分呢是宏觀大環境。寶傑，你還記得嗎？我們年輕人的時候，其實台股並不是很好的環境，很慘的，並不是很好。其實我們剛出來的時候很好，到了12000點，對，後來啪啪啪掉了3000點，對，然後後來就再也起不來了。你看嘛，幾任總統，阿扁啊，馬英九啊，哦，他們這幾任總統，這16年，對不对？都是股市上萬點為目標，對，都是達到1萬點之後就跌回去，達到1萬點去，對，代表台股是什麼？台股1萬點的天花板。那我們過去有一個民國79年的高點12682，一直都沒有突破過，對，直到蔡英文當總統的時候突破了，好，然後呢，現在一路往48000點走，好，所以你發現其實我們以前可能在跑新聞啊，或者說剛剛開始那時候那16年，其實基本上股票市場其實不是一個太好環境，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最紅的是什麼嗎？境外基金哦，因為美股啊，對，其他的股市都比台股好啊，所以大家很風行買境外基金去投美國科技股，對不对？好，那時候呢，因為股市大環境不好，其實呢，它也講實在，它也沒有賦予你太多的機會。哦，那所以你在那樣的市場裡面跌跌撞撞，其實跟大環境是有關係的。那我當初一入社會，其實我是錯過了79年那個大多頭，那就進入到了我們講的這個台股1萬點天花板的這個時代。好，所以呢，在那段時間呢，就跌跌撞撞，直到這5年台股噴飛的一個行情。我知道機會來了，而且呢，你必須時也運也命也是的，這個就是一個大的 timing。那你不把握這個 timing， 你要把握什麼 timing 呢？所以說，在這個 timing 上面，再加上我在前面的這20年的時間，不斷的學習跟摸索，培養出來我自己對股市的認知，不管從產業面、技術面、籌碼面到各個方面的認知，然後呢，正好又配合到大環境，所以我講說。講在一個人哦，就是你剛剛所講的時也運也命也了。如果你沒有大環境，你再厲害你也沒有用。對，如果他今天是空頭市場，你說你再厲害可以賺錢嗎？我才不相信。是，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下面，它是有大環境跟個人就客觀環境跟主觀環境的配合。所以你說現在是對台灣人來講，或對很多台灣年輕人來講，現在很難得就是你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機遇，絕對是。所以我一再講
我們的年輕人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或者說所有人都要好好把握這一次 AI 的智慧資本主義的大牛市。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我們看過很多次人類歷史上面的一些大的變革，從鐵路啦，然後電力的變革啦，然後呢到這個網絡的變革，到現在的 AI 變革，這種變革通常都是100年才會出現的。對。那這種100年出現的一次際遇，我們人的一生可能都碰不到一次，更何況我們已經碰到過一次網絡變革跟一次這個 AI 變革。你錯過了網絡那次變革，你這次 AI 更大的一個資本主義的牛市，你一定要好好掌握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說，那個變革不一定在你旁邊。對，台灣這次難得是我碰到一個非常難得的100年變革 AI 的大變局，然後台灣剛好又是 AI 的這個核心，這個非常難得。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鄭習慧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我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